乌军无人机群轰炸莫斯科，俄军伤亡突破60万大关。普京75岁好友战死，下令10月之前拿下库尔斯克。美军转旅为师，美国陆军重组信号营。8月21号凌晨，乌克兰无人机对莫斯科发动了大规模的突袭行动。据俄罗斯官员透露，这次突袭中，在边境布良斯克地区有15架无人机遭到摧毁，3架无人机在距离克里姆林宫仅38公里的波多利斯克市被成功拦截。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在 Telegram 上表示，尽管无人机碎片散落，但幸运的是，现场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目前，乌军没有对该事件进行评论。乌克兰总共发射了多少架无人机尚不清楚，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是今年乌克兰对俄罗斯规模最大的一次袭击。上次对莫斯科的大规模空袭还发生在2023年5月30号，至少有8架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但依旧是没有造成任何损伤。近几个月来，基辅方面加大了对俄罗斯领空的空袭力度，声称其目的是为了摧毁对俄罗斯侵略战争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乌克兰的这一行动无疑是对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领土进行打击的回应。在这场冲突中，无人机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战略工具，在战场上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然而，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似乎并未完全准备好应对这种新型威胁。在乌克兰无人机的突袭下，俄罗斯的天空似乎变得不再那么安全。这不仅是对俄罗斯防空能力的一次考验，更是对俄罗斯军事实力的一次挑战。此外，俄罗斯军方在军事训练和装备维护方面的不足也被进一步放大。据美国智库的分析，俄罗斯虽然在防空系统部署上具备理论上的覆盖优势，但在快速应对和精准打击方面仍显不足。这次事件后，俄罗斯军方的反应时间和战术部署的迅速性遭到了质疑，反映出指挥链可能存在的问题。而对于乌克兰来说，虽然这次袭击没有对莫斯科造成明显的损失，但这次袭击的主要目的是让乌克兰能够有效地利用有限资源，对俄罗斯施加心理和实际的压力。这一策略可能会长期影响俄罗斯民众对战争的看法和情绪。尽管俄罗斯试图通过增强防空系统和改善军事指挥结构，但其表现依旧一言难尽。如《经济学人》所分析，在开战2年多以来，俄罗斯防空部队的效率几乎没有任何有效提升。俄罗斯领空已经从事实上成为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天空。因此，虽然俄罗斯在纸面上是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复杂的防空网络，但乌克兰持续的攻击揭示了俄罗斯军队在实际操作、战术适应性以及装备维护上的实质性缺点。这种情况对俄罗斯的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构成了长期的挑战。在这场现代战争的背景下，无人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已经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准。乌克兰无人机产业的先进性无疑给世界展示了其在这一领域的潜力。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的发展速度令人瞩目。从侦察到打击，乌克兰无人机在战场上的表现无疑给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型号包括 Bayraktar TB2、瓦尔基里和 Pacer 等。Bayraktar TB2 是由土耳其公司制造的中高空长航式无人机。这款无人机配备了精准打击导弹和先进的光电监视设备，能够执行侦察、监视和精确打击任务。该无人机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就成为乌克兰武装力量的主力装备之一。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乌克兰使用 TB2 无人机摧毁了包括俄军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目标，尤其是在基辅防御战中 ，TB2 表现得尤为突出。据乌克兰官方统计 ，TB2 无人机在2022年3月到5月间，共执行了超过300次战斗任务，成功摧毁了数十辆俄军坦克和装甲车。乌克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也是不容小觑，例如 Pacer 无人机是由乌克兰的 UA Dynamics 公司开发，其设计初衷是进行精准打击和战术支援。
根据防务新闻的一份报道，佩舍尔无人机的轻量化设计使其能够在敌方防空火力网下隐蔽作战，并在2022年成功执行了数次关键任务，摧毁了俄军的后勤补给线。据悉，该无人机每次任务的作战半径为45公里，能够携带精确制导炸弹，对敌方的战术目标进行有效打击。瓦尔基里无人机则是由乌克兰的 UK Respect System 公司制造，主要是用于侦察和轻型打击任务。根据乌克兰国防部的说法，从2022年3月投入使用以来，瓦尔基里无人机已经参与了超过200次侦察任务，并为乌克兰军队提供了重要的战场情报支持。英国《卫报》曾援引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的话称，瓦尔基里无人机为我们的部队提供了实时的情报支持，是我们取得战术胜利的重要工具。乌克兰无人机部队的崛起不仅体现在其装备的先进性上，还反映在了操作方式的创新上。乌克兰的无人机操作员通过地面控制站对无人机进行远程操控，并利用数据链技术实现实时战场监控。据乌克兰军事专家称，这种操作方式大大提高了乌克兰军队的作战效率，使其能够迅速响应俄军的任何动向。8月20号，乌克兰军队总司令谢尔斯基宣布，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显著进展，已经控制了1263平方公里的土地和93个定居点，形成了82到35公里的防御纵深。同一天，乌克兰国防部发表消息称，在俄乌战争中伤亡的俄军数量已经超过了60万人，这一数字足以和2战时期莫斯科保卫战的俄军伤亡人数持平了。这消息一出，迅速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而被视为乌克兰在与俄罗斯冲突中的一次重要胜利。谢尔斯基强调，尽管俄军正在采取机动防御策略，试图阻止乌军的进一步推进，并从其他战线抽调部队，但乌克兰军队的攻势并未受到阻碍。相反，乌军正在重新集结兵力，准备对格卢什科夫斯基地区发起攻击。这一区域一旦被乌军控制，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控制面积有望超过2000平方公里。军事分析人士指出，乌军在库尔斯克的攻势已经持续了15天。一些观察者认为，乌军实际控制的区域可能比谢尔斯基所说的还要大。特别是随着谢伊姆河上的桥梁被炸毁，这一地区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乌军的行动将对俄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德国图片报在同一天报道称，尽管俄军试图在库尔斯克地区负隅顽抗，但乌军已经成功抵达了斯纳格斯特和维什涅夫卡村，并且接近了谢伊姆河仅有5公里，即将完成对俄军的合围。此外，乌军还从西部的特特基诺发起了攻击，形成了一个长达670公里的包围圈。如果包围圈里的3000名俄军被俘，加上此前被俘的2000多名俄军，乌军俘虏的俄军士兵总数可能超过5000人，超过过去2年乌军俘虏俄军的总和了。与此同时，俄国防部对乌军在库尔斯克的攻势战报每天都在变化，从最初的300人到后来的1000人，再到1万人。俄国防部声称已经消灭了5000名乌军士兵，然而乌军的攻势并未停止，这表明俄国防部的战报可能存在夸大或者误导的情况。俄罗斯国防部声称，在乌克兰战场有60多万人，但无法抽调2万到3万人回防库尔斯克，显示出俄罗斯在人力和资源上的困境。8月18号，《瓦日涅夫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由于兵力短缺，俄空天军的士兵在5月或6月组建了一个摩托化步兵团，由工程师、机械师、地勤、警卫连的士兵和一些机组人员组成。然而，这个新组建的部队已经遭遇了损失，无法有效抵挡乌军的攻击。8月20号，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主持了边境地区军事安全协调委员会会议，宣布组建以别尔格罗德、布良斯克和库尔斯克3个州命名的部队，以保护边境地区的俄公民和领土安全。然而，即便库尔斯克的局势已经岌岌可危，俄总统普京依旧下达了一条看似十分矛盾的命令。8月20号，普京命令自己的军队在10月1号之前将乌克兰军队赶出库尔斯克地区，但同时又不能从顿巴斯的关键地区撤军。根据军事政治领导层的一位消息人士透露，普京的命令已经下达，要求占领军在规定时间内解放库尔斯克地区。
然而，这条命令下达了似乎有些晚了。国防战略中心的专家维克多·凯夫柳克透露，俄罗斯已经开始从前线撤军了。目前有视频或照片证据证明，俄军从扎波罗热地区撤出了2个旅，从赫尔松方向的预备队中抽调了2个空降突击营，连黑海舰队的第810旅和在武赫勒达尔附近作战的第155海军陆战旅也被调往了库尔斯克地区。2024年春季征召的应征入伍者也未能幸免，被匆匆忙忙地转移到了前线。较为幽默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前一天表示，乌军已经控制了库尔斯克地区超过1250平方公里的领土和92个定居点。这无疑对普京的命令是一种讽刺，仿佛在说：你尽管下命令，我们只管占领。这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普京似乎在寻找一种既能保持面子又能实现目标的解决方案。然而，现实往往比理想更加骨感。普京的这一命令可能会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又一个难题。除了库尔斯克外，最近普京的坏消息一直不断。8月15号，俄罗斯的传奇飞行员普京的好友俄空军少将哈尔切夫斯基去世。哈尔切夫斯基是俄罗斯猎鹰航空集团的创始人。2000年3月，哈尔切夫斯基驾驶着苏27战斗机，将当时的代理总统普京从克拉斯诺达尔带到了格罗尼兹。当时第2次车臣战争仍在进行中，这种穿越战区的行为被视为极度危险的行动。从这件事上就足以看出普京和哈尔切夫斯基的关系。从1997年，他担任航空中心的负责人。然而，在2011年，该航空中心被爆出了贪腐丑闻，10几名高级官员被捕。但作为该中心最高领导的哈尔切夫斯基平稳落地，并在次年任命为沃罗涅日茹科夫斯基和加加林学院空军训练和研究中心主任。关于他去世的原因，俄罗斯官方并没有给出说法，但一些亲乌克兰消息源称，他是驾驶战机在库尔斯克州作战时被乌军防空系统击落的。但大兵认为，一名75岁的老人驾驶超音速战机，别说进入实战了，就连飞起来都比较困难。当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不过，还有一种说法称，在当天有一枚乌军导弹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拦截，残骸掉落在库尔斯克市，造成了2人伤亡，哈尔切夫斯基就在其中。然而，无论是哪种说法，均没有决定性证据。大兵在这里提起，仅作为参考。信号营是陆军中负责通信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关键单位，他们在战场上提供指挥、控制和通信能力。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对网络的专注，美国陆军正在重组其信号营，以配合从旅级到师级为中心的作战计划的转变。美国陆军副参谋长、负责指挥、控制通信和网络的约翰·莫里森中将在一份邮件中证实了该消息。莫里森表示，尽管重组的信息仍在审批前审查中，但是预计变化将把资源集中到师级，以解决以网络为中心的问题。这一举措预计将释放信号士兵，让他们在旅内进行更多单位级别的工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陆军将部署重点放在旅上，这些旅的总部和支援单位急剧膨胀。这意味着旅不仅要指挥战斗，还要尝试分析战斗计划中的下一步行动。但高级领导人莫里森说，预计大规模作战行动的移动速度将超过旅的分析速度。陆军在2月份的白皮书中宣布了其结构转型，该大纲显示，未来5年内，美国陆军兵力水平将减少到47万人。早在2019年，新的工具开始改变通讯营的面貌。陆军将第35战区战术通信旅的第50远征通信营作为原型单位，引入了新的途中任务指挥网络。3年前，陆军宣布了统一网络计划，该计划允许用户通过个人设备或配发的设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笔记本电脑，在全球任何地方登录网络。2003年5月，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上将宣布了一项旨在简化和加速战场通信的计划。乔治表示，这些变化大多来自信号专家在部队中的实验和发现。旅级指挥官、营级指挥官、军士长将有自主决定权，如何在现代战场上使用自认为最佳的方式组织部队。
而对于这次重组的效果，莫里森表示：“你们可以想象，一整支旅如何在3分钟内完成空中突击行动，展开4辆的旅级指挥车，和远程总部和本地战术网络重新建立通信，并发出火力支援请求。”根据陆军当前计划，到2025年10月，通信分支的各个核心职能——网络通信、信号操作支持、信息技术和卫星通信——将合并为由1名军事长担任的单一职务。莫里森表示，信号营重组将在未来2到3个月内与高级领导层进行讨论，预计将在年底前做出正式决定。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